正好在这个路口的红灯，我们就来看看啊。你看啊，这边各种大的界限，把马路都挖开，应该是一个开放式挖掘这样的一种施工的方法。现在呢，我在沪闽公路上骑过京都路，向着前面的砖桥方向骑行。这个是我几年以前就来过、发现过的地方。总体来讲，我们感觉还可以啊。这个湖比以前看上去水多了一些，周边呢也都是铺满了绿草。左侧是祁中村2区，反正这马路两边都是村民的房子。对，这边光华之路门口有一个国家法官学校，应该是上海的分校吧。大家好，天气还是太热了，我特地等到下午接近4点的时候，天气有点转阴了，气温呢也从36、7度下降到了32、3度。我觉得在黄昏之前骑一下呢，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气温啊。所以呢，今天出来比较晚了。我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就在我新庄的住所附近呢，随意的骑车转转。前面呢就是营都路站，我现在骑行的正是营都路。营都路站呢是5号线新庄地铁站过来的第2个站，它现在呢在建一条嘉闵线古嘉定到闵行的一条新的地铁，应该也是一条相对比较快速化地铁吧。那营都站呢就被设定为这个地铁的南边的终点站，那么以后呢就跟5号线相交，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十字枢纽，或者是一个终点站，对这边的居民出行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去机场，因为它就经过虹桥机场，经过虹桥的开发区，这一路过去呢就会非常的方便了。但是这边呢已经围地施工了几年了，那距离这条嘉闵线完工呢应该还有2、3年吧，所以相对来讲这边还要继续等待。正好在这个路口的红灯，我们就来看看啊。你看啊，这边各种大的界限，把马路都挖开，应该是一个开放式挖掘这样的一种施工的方法。我现在针对的就是营都路地铁站，马路中间呢有一个钢筋集中加工中心。那我的理解啊，就是就地施工，就地呢生产一些建筑的材料吧。好，现在呢已经有了左转灯了啊。顺着左转灯呢，我现在来到了沪闽路。你看啊，这里一路过去全部都在施工的工地现场，看来这边老百姓还要再难受几年。道路旁的那些杂草呢，有些长得比人还高了。
宁都路附近呢，还有一项工程也在施工之中，就是呢 S4 这条快速路啊，以前呢在宁都路这边呢，它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十字交叉，那现在呢就通过把 S4 在宁都路这一段的抬高，就使得宁都路在这条 S4 的东和西两端呢就打通，将来呢也可以一路从这边呢去到浦东，因为宁都路靠近黄浦江地方呢已经建了一个隧道了。这些工程都是巨大的工程，少则几年啊，多则3-5年。虽然呢，这条江宁线啊，也就是到宁都路这边呢，到达终点了，但是呢，我想因为这边可能是终点呢，它要有一个车辆回头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工程呢，一直到这边啊，持续到这边很远，也可能以后还会考虑到从这边呢，再延续到更远的地方去的。到这边呢，终于骑出了这片工地了。现在呢，我在沪闽公路上骑过京都路，向着前面的砖桥方向驶行。这条连接闵行到上海市区的马路啊，以前就有，那是一条老的沪闽路啊，但是现在呢，新的沪闽路其实已经改道了。老的沪闽路呢已经被分为一段一段，在某些路段呢还存在着，但是这条新的沪闽路呢明显就加宽了，而且绿化做的也相当不错。最重要的呢，对于骑行者来讲，它有非常宽的骑行道，非常的安全。今天早上我妹妹联系我，因为我们到上海嘛，肯定也是亲戚要聚一聚，她就打电话预约餐馆。但是呢，我们以前熟悉的几家大的餐馆、大的品牌啊，在某些闹市区的这些店铺呢，都打烊了啊，都关门了。就明显的感觉，很多这种老的餐馆啊，比较大型的连锁的，现在要不就在苦苦支撑，要不就关门大捷。所以从这侧面呢，也是可以看到，就目前的一种经济的形势和大家消费的这种状况。我昨天去杨浦区我女儿租的一个青年公寓，那青年公寓呢还是不错的，因为政府办的，相对来讲也比较整齐、干净，价钱呢也相对比较合理了。然后呢，我们又去江湾体育场附近的一个餐馆吃饭啊，明显的感觉这个餐馆里面的人并不很多，
虽然是网上大家都推荐的一个餐馆。然后呢，我们去走了一段五角场地铁下面的一个地下的商业街道。这条商业街道呢，我们走了一段还是非常的热闹，但是这种热闹呢，仅仅限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那种打工层次的人在那边消费，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最基本的这种生活必须的餐饮也好生活用品的这种店呢，还能维持。但是也看到了很多的摆摊，就所谓的地产经济。那这些呢，或多或少的就可以感知到经济正处于一个相对不景气，甚至呢有可能进入寒冬的一些迹象当然这些都是温水煮青蛙，所以这个水呢可能不是热而是慢慢变凉。好了，现在呢我又来到了砖桥这边呢，有一个光华社区当然都是年轻人创业的一个街区，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光华创意街区。那这条街呢，以前是一条老的当地的街道，工业的街道，有很多仓库厂家搬走以后呢，置换出来，并没有大动干戈，只是把以前的那种房子呢做了一些改造，然后呢就变成了比较有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氛围，并且呢建了很多的创业的园区让他们可以来做一些尝试。那么这个是我几年以前就来过发现过的地方。总体来讲我们感觉还可以还是维持着，最起码这些店还是都开着的感觉吧。79亿库今天我就不专门到这边去了，就在马路边上看看就好。当然重要的呢还是一些餐馆北方的各种地方来的餐饮。这个左手边是有个途虎养车，上一次来的时候我开车来，车辆发生了一些问题，在这边帮我解决了虽然花费我1万多块钱但是呢差不多快2年了吧，这个车倒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花钱消灾这条街道呢还是附近我比较喜欢的一条街道，虽然这条街道比较窄，但是呢因为它边上店铺都开着，就让人家感觉还是有一些活力吧。这样的街道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也是跃跃欲试吧，来创业。那同时呢这边也是漕河泾发展的一片区域。你看我的右侧呢就写着漕河泾光华园有几栋大楼。那漕河泾呢是上海著名的一个大的企业就到处有一些产业园。当然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疫情严重的时候就每天都到这边来打卡测核酸虽然过去也没有多少年吧，但是呢就希望它永远不要再回来了这样的日子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欧洲等地
也会经常去逛他们的一些小镇啊。当然他们的小镇可能历史更长，但基本上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 township， 在一个镇区中央呢有教堂，有医院，有一些设施，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两条的商业街道，就是老百姓他们需要的一些生活设施就在那边可以买到等等。那平时呢他们一般都住在这个小镇的外围啊，专门是住宅的地方呢并没有什么商业，就大家好像在西方就这样的，所以呢他们这些小镇呢就被保存了下来，因为他们的功能在当地也是无法被取代的。但是我们这边呢很多的一些老镇啊真的就被荒废了啊，或者呢被很多新的更大的商业中心所取代以后，它就失去了这种活力。那么也就是说很多老镇呢都最多的只能是一些低端的生活的这种需要啊，就满足一下老百姓这种需要的地方，就没有自己的这种特色的商业，所以呢撑不住啊。你看这边呢我就感觉虽然政府大力想支持年轻人创业，但是整个街区呢老实讲没有什么特别的让大家来了不想走的这种特色，所以纯粹就是一个干活的地方嘛。好，现在呢我打算骑过中村路了。到了中村路呢这条马路就变宽了，我这条路骑过很多回，就从这条光华路一路可以去到其中村，就那边有一个国际网球中心啊，非常有名。当然还有高尔夫球场啊，还有就是很多年以前已经洗脚上田，有了非常好的居住环境的当地的村民。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还可以到那边去拐一圈回来。因为这边呢马路宽，骑行道也宽，绿化也好，骑起来比较舒服。我打算只要不下雨吧，还是打算到其中村，把其中村呢当做我今天骑行的目的地，到那边呢转一圈回来，作为我今天的也算健身骑行和周围的闲逛吧。北竹港桥，那么这个下面就是北竹港这条河浜，上面走的呢应该是嘉闵高架这条快速路。前面看到有飞机飞过。这边呢以前是一个老的新庄工业区啊，现在呢还有很多工厂，但是呢也在进行一些改造，很多旧的工厂呢就退出，然后就变成以各种创业园区啊，或者呢形成了整块发展的区域。但这边呢还是有比较多的土地，而且离市区也比较近，恐怕以后呢也是一些高科技啊或者制药公司啊，总之就是价值
比较高的一些产业吧。有段时间没来了，这些马路边上的绿化带呢，也看上去更舒服一些了。我们来四周张望一下，对面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绿地公园了。这里已经到了华宁路和光华路的路口了。这边的马路呢，应该都是新建的，都比较宽敞。好，我们继续往前走。看来晚一点出门还是对的，避过了最酷热的时段，而且现在已经时近黄昏了，太阳的余晖已经没有那么炙热，晒在身上也没有那么猛烈了。这边呢有一个新庄工业区企业林，做了一个人工湖啊，现在搞得好像更好一些了。所以到这边呢，我就稍微驻足观看一下，也算是小小的休息一下。这个湖比以前看上去水多了一些啊，周边呢也都是铺满了绿草，或者呢人工搞的一些水生的植物吧，还挺美的啊。这个边上呢都有很多的大楼，相信很多都是工业企业大楼。这个就是新庄地区的一个工业区域也在变身之中。对面呢，当然也是大片的绿地了。我记得对面的这些绿地里面呢，有一条河叫六垒塘河，也是蛮大的一条河吧。好，我们继续在光华路向其中村的方向骑行。右侧是华西路，这也是一个路口啊，你看非常漂亮的树林啊，像一个森林一样的。这些都是新的工业区的面貌啊。
这边有一个上海市新庄工业区光华党群服务中心，也是工业区的企业服务中心啊，有这么一个机构在这边吧。哦，这个边上还搞了一片的，就刚刚那个湖边的绿地啊，做得还是很好，但好像没有彻底完工。我看还有一些围栏围蔽着啊，下一次来应该可以到里面去转一转。就现在中国有一种口号式的宣传，就是要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再提高一点就是要获得更多的改革红利啊。那当然这个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很多的这种荒地啊变成了绿地，很多河浜边上的马路呢变成了公园，那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呢我觉得还行。包括这些公交站你看都修得非常好的。当然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就你要修这么多的这些设施，那肯定也花费不菲啊。可是底层的老百姓呢，现在面临的就是收入减少，大家不得不勒紧裤腰带降低消费。那这个怎么来达成一种平衡啊？就也是很考这个执政或者说城市管理者们的这种水平啊。这里已经到了一条叫春康路的路口。马路边上的树丛里面呢，传来一整片的知了声啊，就非常吵，但是呢，这就是夏天的声音。右侧有一条小河村，在里面呢就有不少的大型的企业，前面呢就应该是其中村了。你看啊，在这样的绿意葱茏的七星道啊，上面有这种树叶遮阳啊，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在广州番禺住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偏远的乡下地方，边上呢也就是多一些这种绿植、绿树、绿道，那广东那边称之为碧道。新庄我的住所的这个附近呢，你只要骑出来一阵啊，穿过一片的工业园区，就来到了一些相对比较建设的很不错的乡村地方。这里就已经进入到了其中村的地界了，有个大石头上面写着3个字“其中村”。那我们就在其中村的这个街上的七星道上骑行一下。我去过其中村，就村民们住的1区、2区，一共好像有15个区吧。每一户呢都是独门独户的小院啊，有自己的院子，可以停车，
而且这些别墅呢，好像也是经过一些设计的，比较像这种西方的独立屋。那这些房子呢，真的建得都很好啊，而且相信他们已经经过了第二，正在经历第三、第四代的了。所以从右侧马路里面呢，都可以看到这些村民的房子，非常棒的。这里好像又要搞一些公园的感觉嘛。左侧是其中村2区，反正这个马路两边啊都是村民的房子，对的。唯一的不好就是每次我到这边，头顶上就有很多飞机飞过，这些民航机呢巨大的噪音，这可能是唯一不好的地方吧。这边光华之路门口有一个国家法官学校，应该是上海的分校吧。
这里基本上已经到了砖桥镇的尽头了，打算在这边呢就掉头回去了。这边呢还是有一条河叫茜浦径河，你看啊，这条河还是很美的。这边有个门锁住了。好了，那我们就以这边呢作为我们今天骑行的目的地吧。等一会儿呢，我们就从这边回去了。这边其实也是河网纵横的，在这么多的河网之间呢，有很多的绿地，这些河浜真的非常之美。那我们回去的路上再见吧。谢谢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